我家的老杨想吃我，爸爸不信，还把他放进了屋。为了活命，我逃出了家。村长和村里邻居为了救我，打算骗走我爹，捕杀老杨。没想到老杨直立在门外偷听我们的计划。他嘴巴张着，诡异的瞳孔里蕴藏着滔天般的恨意和狠毒。大伙抄起家伙就往外赶。老杨见势不对，飞快地窜进夜色，不见踪影。惊魂未定的村长媳妇把我带到客房睡觉。我小心地锁上门，又仔细检查了一下窗户。我躺在床上毫无睡意，一股莫名的寒意在背后升起，仿佛老杨此刻就在我身后，朝我喷出凉凉的鼻息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隔壁的客厅传来细细的谈话声。爹，最近这村里真不太平，几天前那个坤麻子死得蹊跷，今天又是小天家，这羊想吃人。听见坤麻子，我的心里没来由的一紧。坤麻子原名叫柴坤坤，手脚不干净还好色，没少干翻村里几个寡妇墙头的事，是村里人见人嫌的混混。前阵子对我纠缠不休，被我爹撞见，收拾了他一顿。他不服气，到处散播谣言，说我勾引他。可是几天前，不知怎么半夜掉村头井里淹死了。你别瞎想，那畜生8成是喝多了栽井里头了，死了也算是好事。爹，你说这羊为啥不咬别人，就盯上小天不放了？哎，我们村三面环山，以前的老人就常说，这里常年被羊，阴气重，这些动物年岁一大就容易招邪祟。你怕是不知道小天他娘为啥走吧？寒冬腊月的，那头畜生趁没人偷摸进里屋去了，想吃床上睡觉的小天。如果不是小天他娘刚好撞见，只怕不死，脸上也要去掉一大块肉。小天他娘要老何宰羊，老何死活不肯，小天他娘气不过，当晚就收拾东西走了。哎，这羊起了吃人的心思，它就不再是只简单的羊了。老何舍不得，念着当年这羊的救命之恩，修个羊圈把老羊关起来。老羊想吃人没得逞，又被关起来，这不就恨上小天了？他执念这么深，又会模仿人的行为，咱们再不能把它当作普通的羊对待。这次老何说啥我都不能心软了，这羊必须死。我只感觉背后完全被冷汗浸湿，没想到原来老杨这么多年一直惦记着吃我的肉。我闭上眼，眼前都是老杨诡异狰狞的脸，直到鸡鸣，门外才响起男人们的说话声。那畜生跑得真快，我们几个追到山上找了一宿都没找着，怕不是躲崖壁上去了。得用枪，我去镇上找猎户。常永叔沉着脸走了进来。我去吧，那该死的畜生扒我家窗户，如果不是我撞见，非进屋咬人不可。麻烦大家护一下我媳妇。对不起，常永叔。我脸上毫无血色，恐惧和愧疚交织在一起。小天，不怪你，是叔嘴馋，早些日子念叨了几句，谁能想到老杨这么记仇。我们村偏僻，和镇子隔了16公里，中间很长一段山路。常勇啊，如果闻到腥膻气，千万别回头，赶紧向前跑，有树就窜树上去。常永叔应了几句就走，也不知道听没听进去。没多久，我爹也找上了门。我家羊呢？咋不见了？你们把它弄哪了？你还有脸问？你那羊已经成精了，想吃人。村长把昨晚的事情讲了一遍，我爹神情有些呆滞。不可能！我家羊最老实了，一定是你们馋羊肉，找借口要吃它。村长也不理他。小天，你愿不愿意帮村长爷爷抓那头羊？我愿意。他聪明的像人，在山路和峭壁上又如履平地，看见人们大张旗鼓的在山里要抓他，肯定不会贸然露头。但是老杨对我有很大的执念，要是我做诱饵，把他爹引出来就好办了。小天，相信爹一次，这羊可是爹的命，不能杀。你跟着这些外人不要爹了吗？我对爸爸最后的一丝怜悯也消失了，心底被愤怒塞满。老杨的命就是命，我的命不是命吗？我径直走到村长身边。小天，你不能当没良心的白眼狼啊！那羊可救过你，你就信爹一回，这羊真的不能杀呀！何家小子，那畜生是你爹呀，自己亲娃都不管，管你那羊爹！我爹阴沉着脸，半晌不出声，只是面无表情地离开了。我心底隐隐有些不安，却说不上为什么。
村长拿出一块猪肉，在上面抹了混了老鼠药的猪血，腥气扑鼻。小天，你拿着这块肉，味大，那羊缠肉闻到了肯定会过来，你等会装晕吸引它。我看着那块嫣红的血肉，郑重地点了点头。我抱着那块滑腻腥臭的猪肉躺在山路边，大人们都埋伏在附近。天逐渐阴沉，林子深处黑暗无比，一股浓重的膻气夹杂着莫名的铁锈味儿从幽深的树林里飘溢出来。救命！救命！空气中突然传来常永书的声音，下一秒，一个踉跄蹒跚的长影子走出了树林，是直立行走的老杨。他嘴里叼着不省人事的常永书，救命！他松着嘴，舌头乱动着，那句诡异的救命，居然是从他的喉咙里传出来的。村长，这羊真的成精了，常勇怕不是遭了这老杨的毒手，才被老杨学去了这句话。众人顿时脸色苍白，谁也不清楚这是不是常永书的遗言。老杨踢踏着蹄子，缓慢地朝我走了过来。我原以为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，现在看着老杨一点点朝我走来，我却浑身颤抖的根本无法动弹。老杨脸上的表情突然一变，像是得逞什么的笑。他闻了闻我怀里的肉，却恍然地抬头看向我。小天，听见他叫我的名字，我的内心震惊得无以复加，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惧笼罩了整个的我。不好，大家快上，这羊识破了！众人举着铁耙和镰刀朝着老杨冲去。老杨不躲不闪，嘴角挂着一丝戏谑，仿佛此刻他才是猎手。爸爸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，挡住众人。不要杀我的羊，老杨不会害。离得近的村民直接一铁锹把他拍晕了。老杨仿佛才回过神般，转身一头扎进了林子里消失了。这一切不过几秒，村长的脸色凝重地看着林子。糟了，这畜生已经成气候了。常永书的头上流着血，身上破了好几个口子，还在往外渗着血。虽然昏迷不醒，但是伤得不重。这羊吃过人。屋子里惊魂未定的所有人都被村长的这句话镇住了。羊是一种很邪乎的动物，据说年岁越大越通人性。可羊是杂食性动物，它们也会吃肉，而沾的荤腥多了，兽性藏不住了，就会招邪祟。刚开始他们会偷人养的鸡仔吃，习惯了肉味后，更会在半夜偷偷观察屋里熟睡的人，好奇人肉是什么味道。时机到了，他们就会站起来，像人一样直立行走。村长看着我，犹豫了一会。小天，你爸有没有提过小时候你妈出走那天的事？爸爸说妈妈跟他吵架后走了。我以为等妈妈哪天气消了会回来看我，没想到这些年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。哪有一个母亲不会想念孩子？虽然是外乡媳妇，也不至于连捎人问个话都没有。结合老杨一系列的反常，我们心中都有了猜测，只是这个结果对我而言是一个很残忍的真相。